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经常关注中国新闻的网友们不难会发现，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有一个特色，那就是反转、反转再反转。前一段时间，中国各地方和高校爆发了白纸革命，中国多地抗议严格的疫情封控。之后不久，全国各地放开了对疫情的管制。习近平称中国收放自如，这是国家治理水平的表现。不过在中国全面放开之后，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的感染，不少地方的患者无法进入医院，在医院的走廊甚至是在马路边上接受治疗。多地的火葬场忙不过来，每天限号，还发生了有人直接把遗体丢在火葬场门口就走了，还有人爆料花几万元可以走后门优先火化等各种荒唐和人间惨剧。近期不少各界的名人都感染新冠，甚至因此去世。除了病毒有新变种，传播能力强之外，最主要的还是中国的疫苗不行，打了疫苗完全不能预防感染。著名的雕盘侠胡锡进也感染了。去年胡锡进发微博表示自己这个级别可以打进口疫苗，但是爱国的他选择了国产，不小心透露了去年中国进口的1亿支辉瑞疫苗的去向。不知道现在他有没有后悔。病毒传播的速度太令人惊讶，不少人怀疑是有人恶意放毒。网传有人在荒山野岭的无人区都被感染，怀疑是有飞机从天上投毒，是中国政府为了反击之前抗疫封控的一种报复。不过我觉得中国如果想让民众知道疫情的严重性，完全有更多更好的选择。感染率和死亡人数的话语权都是掌握在政府手里，民意的风向完全可以通过媒体掌控，没有必要投毒。而且看中国的官方态度，还是在一贯的掩盖疫情，公布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低得不正常。有网友说，早上给妈妈打电话汇报我们一家3口都阳了，老人家大惊失色，看新闻说北京昨天有3例，咋都在你们家？所以中国政府投毒这个说法不是很符合逻辑。正相反的，现在中国官方正在美化新冠病毒的危害。有事业单位人员收到上级的通知，请各位医护人员以国家利益、人民健康为重，错峰感染，有序阳性。从之前的阴封禁封到现在的阴阳禁阳，中国官方对新冠病毒的态度和对疫情防控的态度一起来了个180度大反转。带货网红专家钟南山也改变了之前坚持清零的立场，说现在感染一次就相当于接种了一次疫苗。从以前的阳性患者人人必知备受歧视，到现在感染阳性成了新的正能量。有工作单位招工，阳过的优先，反转的剧情，不变的歧视，还有令人羡慕的干饭猪、学习猪等。不少人联系患者到其家中主动接种，甚至为了宣传阳性，连美国的疫情都一并美化了。经过这几年的宣传，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美国死了100多万，而现在松口了，其实这个病毒没那么严重，美国也没死那么多人。在中国生活，各种风向反转太快了，感觉很容易会导致神经错乱。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疫情大爆发的混乱和惨剧，这让不少人对白纸革命的态度也出现了反转。很多人开始嘲笑并攻击白纸革命。如果要重新评价一下白纸革命的话，那么我们来客观的分析一下，不能说白纸革命和疫情放开没有关系，这个应该是有因果关系的。这次全国性的放开管制一定是中央的命令，也就是习近平的命令。之前有的地方抗疫封控，地方政府自己解封了，结果地方官员一撸到底，放开早了就是没有和党中央保持一致。这次全国统一放开是习近平的命令，肯定是没错了。之前习近平在白纸抗议后透露过，抗议是年轻人对疫情防控感到沮丧，年轻人喊出共产党下台，习近平下台，确实对习近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。所以可以说是白纸运动导致了中国放开对疫情的管控，但可以说是因为白纸运动导致了中国疫情失控吗？当然不是。有人说这次放开毫无准备，无医疗基础，无有效疫苗，所以白纸运动应该背锅。按照这个说法，如果再等等，中国就准备好了，中国就有医疗基础了，就有更好的疫苗了。就不说继续封控的成本，只说因封控而死的人和解封感染死的人哪个多，还真不一定。再说了，疫情已经3年了，我们有看到中国在做什么解封的准备吗？我看再封个10年，中国也准备不好。国外在放开之前都是有积极做准备的，在日本和欧美国家生活的网友也都知道，感染阳性了，
免费物资、药物应有尽有，居家隔离就好了，还有收入补贴。之前中国媒体一直宣传国外躺平了，其实国外是民众躺平，政府不躺平。而现在中国是政府直接躺平了，民众感染了根本就不管，民众大面积感染。之前各地政府花财政建的方舱医院一无是处，医疗资源依旧极具匮乏，感冒药、退烧药都买不到。有报道称，退烧药布洛芬原料还被政府征用，网传有人花几万块买退烧药，不少人感染新冠、高烧缺药导致死亡，就连偷着乐的外交官的孩子都没有退烧药吃，还是从邻居胡锡进那里分了4片。可见普通的中国民众不是更惨吗？回答这个问题，网友某毛不是某猫说的更形象。一辆汽车开往一个通往悬崖的公路，随着距离悬崖越来越近，这个时候司机决定掉头，但是一般汽车掉头都是先减速，然后再慢慢转向，而这辆车的司机很有个性，狠踩了一脚油门并狂打方向盘，果不其然翻车了。这个时候车上人纷纷感慨，都怪那些让汽车掉头的人，本来可以直行下去，不会翻车的。所以说要白纸革命为疫情背锅，这是没道理的。当你没病的时候，他们满大街的给你做核酸、打疫苗，甚至是上门踹门给你做，而且完全免费。当你真的病了，真的需要药的时候，你找都找不到他们，你拿着钱都买不到药。如果政府真的关心你，真的是为人民服务，那么现在应该是踹门给你送药、送物资才对。中国这3年的疫情没有获得任何的防疫经验，所谓的大国抗疫、疫情担当、制度优势、亲自指挥、动态清零、方舱医院、风控隔离等等等等，所有跟疫情相关的中国发明的每一样东西，到现在都被证明了全部都是无用，全部都是垃圾，纯粹就是瞎折腾，10几亿人被当猴耍。现在回过头看历史，这3年抗疫和以前3年大跃进有什么区别？有兴趣的网友朋友们可以详细做一下对比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。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